什么？摄政王，快去偏殿看看！沈二小姐，你疯了！奴才只是奉命带路，你怎能血口喷人？摄政王在哪儿？在这偏殿屋内，我之前看到摄政王走了进去。前世的我，就是被推进这扇门里。谁准你进来的？滚！再后来，外头脚步声骤然逼近。沈二小姐怎么和王爷在一起？令仪，你怎能做出这种自毁名节的事？孽障！你怎么敢！父亲，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是被人陷害的。哼，事到如今你还敢狡辩？王爷，事已至此，令仪的名节已经毁在偏殿了。若今日王爷不给他个名分，我侯府100年的声誉将毁于一旦。沈侯爷这是在拿名声逼本王娶一个算计本王的女人。木已成舟，众人皆是亲眼所见，王爷别无选择。沈令仪，这就是你要的王妃之位。本王与你嫡姐本有婚约，你竟用这种手段横插一脚，你以为靠算计得来的名分就能得到本王的心吗？后来8年，他看我的眼神都像看一根刺。临死前，我躺在王府偏院，听见沈明书隔着帘子低声笑：“妹妹，你到死都不知道，当年王爷喝的那杯酒是我亲手换的吧？我与王爷虽自幼定下婚约，可我心里从来只有萧哥哥一人。我故意让他喝下那杯酒，再引你去送醒酒汤，就是要毁了你，替自己脱身。我从来都清楚，以王爷的性子，你就算嫁给他，也做不了风光的摄政王妃，只会被他厌弃一辈子。玄恒恨了你整整8年，就连你的亲生孩子都不认你，这日子苦吗？苦，怎能不苦？沈二小姐，此处发生了何事？统领救命！我奉命给王爷送醒酒汤，可这太监带我到偏殿门口后，竟要强行将我推进殿内。殿里的人像是摄政王，我怕有人想借我的手来遮掩谋害亲王的罪名，这才不得不喊人。拿下！冤枉！统领冤枉！奴才只是奉命请沈二小姐入内，奴才绝不敢谋害王爷啊！说，究竟是谁让你请我入内？令仪，发生什么事了？姐姐，方才是你让我给摄政王送醒酒汤。妹妹，你在胡说什么呀？什么醒酒汤？我何时让你送过汤了？不久前长明殿西侧，你身边的清河亲手把汤盏交给我，说摄政王饮酒过量，姐姐不便亲自过去，便让我替你走一趟。妹妹，你是不是吓糊涂了？摄政王身份贵重，我怎敢私下送汤？令仪，公宴之上，你竟敢胡言乱语！这沈二小姐怎么回事？难道真是被吓疯了？请统领即刻封锁偏殿，并传太医，若殿内是摄政王殿下，救人要紧。不好！殿下，属下救驾来迟。传太医，看你惹的好事，若是惊扰了圣驾，看我不剥了你的皮！皇后殿下驾到！恭迎皇后殿下。都免礼吧。沈二小姐，你方才说你是奉命送汤，既然如此，那汤盏何在？刚才与这小太监发生争执，不小心摔碎了。这上面的确还沾着一点汤液。姑姑，汤里想必是没药的，药恐怕早就在摄政王喝下的酒里。这醒酒汤只是把我引去偏殿的钩子。让人将碎盏包好，送去给太医查验。许是妹妹一时受惊，记错了。她向来胆小，方才见偏殿里动静大，便误以为有人谋害摄政王。姐姐怎么知道偏殿里动静大？我刚喊出来时，姐姐分明还在长明殿内，偏殿大门紧闭，里面的动静隔着悠长的廊角，正殿里的宾客们未必听得见。姐姐是如何在喧闹的席间听见这里动静大的？沈令仪，够了！父亲觉得这就够了？你姐姐今夜一直在女眷席室坐着，众目睽睽，她何曾害过人？摄政王究竟中了什么毒？太医还没说。这个带路的小太监奉了谁的命？禁军也还没审。父亲如此急着让我闭嘴，
是怕我惊扰了宫宴，还是怕我查下去会问到姐姐头上？妹妹，你怎么能这样想我？臣女请求皇后娘娘明察。回皇后娘娘，摄政王殿下所中之毒性烈，专攻气血，若非殿下内力深厚，强行压制，恐怕早已神志不清。今夜有人要害你，绝不仅仅是臣女的名声，而是摄政王殿下的命。皇后娘娘有令，封锁偏殿，长明殿里所有经手酒水的工人，全部带去慎刑司任化。沈灵仪，你还嫌闹得不够大吗？立刻随我回侯府！你这是要让整个侯府陪你丢人现眼！父亲，今夜是谋害亲王的大案，若摄政王殿下真有个好歹，您觉得这个责侯府担得起？我只是怕侯府受累。你少唬人！父亲如此急着带我走，是怕事态失控，还是怕查到不该查的人身上，保不住姐姐？清河，沈明书的贴身丫鬟，前世偏殿门被撞开后，是她第一个冲上来，哭喊着说我一直嫉妒长姐。儿小姐早就想攀附摄政王了吧？清河如实招来，那一碗醒酒汤究竟是谁交给沈儿小姐的？奴婢不知道，奴婢什么都不知道，请姑姑明察。你左手袖口沾了桂花蜜，怎么会不知道？姑姑，醒酒汤里加了桂花蜜，姐姐说摄政王不喜太苦，汤里需压一压药味。清河递汤给我时，袖口蹭到了碗沿。送。清河，你为何要骗我？你是不是私下背着我做了什么？危难关头，他果然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带下去，送往慎刑司细审。姑姑明鉴，明叔这孩子向来单纯，定也是受了那贱婢的蒙动。父亲怎会如此确定？放肆！她是你的亲姐姐。是啊，所以他做什么都有人替他说话。灵仪，你今夜受惊了，随我回府。案子未清，我不回。你一个未出阁的姑娘，留在宫里像什么样子？那被人推进摄政王偏殿，又算什么样子？你报的案，臣女怕死。怕死还敢喊谋害亲王？臣女若进了偏殿，会死得更快。查。这一路可真是折腾，大小姐在车里整整哭了一路，嗓子都哭哑了。不嘛，听说是二小姐在宫宴上惹了天大的祸事，还当众攀咬大小姐，真是不省心。都是女儿不好，没能看顾好妹妹，才让妹妹在宫宴上受了惊吓，闹出这般荒唐事。连问都不用问，定是你这孽障使了脏手段！跪着，给列祖列宗忏悔！父亲，您别怪妹妹了，只要能保全侯府的名声，女儿愿意退婚，愿意把和王爷的婚约让给妹妹，求您别罚她了。你姐姐这般为你着想，你却做出这等下作事，沈灵仪，你简直是一滩扶不上墙的烂泥！妹妹，你这次当真是糊涂，怎么能在王爷面前说那些话？若是惹恼了王爷，整个侯府都要被你牵连。姐姐，醒酒汤是谁准备？又是谁指使小太监推我？你我心知肚明。你若当真这么害怕牵连侯府，不如现在就去刑部自首。妹妹，你怎么能这般血口喷人？我是你的亲姐姐啊！沈灵仪，你给我适可而止！来书房！跪下！你还敢忤逆？沈灵仪，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父亲？还有没有王法家规？父亲，宫里现在已经在彻查谋害亲王的大案，皇后娘娘的亲信此事定盯着侯府。父亲若现在罚我，明日宫中有人来传唤问话，您觉得我该怎么说？你这是在威胁我！威胁？不，我只是怕疼。
前世祠堂的青砖冷得像冰，跪上一夜，膝盖就能肿得再也站不起来。后来嫁进王府，谢玄间见我走路迟缓，也只冷声说我装可怜，该有个分寸。那种钻心的疼，我受过一次就够，所以今天谁也别想让我跪下。够了！你知不知道明叔被你害得有多惨？他此时还在房中哭得几欲昏厥，你这个当妹妹的到底还想如何？惨！他让我去送醒酒汤，我险些被推进偏殿名节禁魂。若是真成，死的人就是我。可父亲关心的居然是他惨不惨？在父亲心里，我的命难不成连姐姐的几滴眼泪都比不上？你现在不是好端端的站在这里吗？是啊，因为我大喊，因为我把事情闹大了。那我倒要问我，说我没有喊人，说我乖乖进了那扇门，由这偏殿门被撞开，等您看到我衣衫凌乱的倒在摄政王怀里，您又会如何？父亲不说话是心虚了，说我没喊，今夜过后，父亲便会跪在御前，口口声声了保全侯府名声，逼摄政王娶了我这个不知廉耻的庶女。你休要胡说！我胡说？到那时，姐姐只要在人前哭上一场，大方的退了婚约，全京城的人都会夸她高义，骂我沈令仪卑劣算计，毁了亲姐姐一辈子的姻缘。你姐姐性情温良，她绝不会害你。你这些阴暗的心思，究竟随了谁？侯爷，大事不好了！大小姐身边的清河，宫里派人送回来了。送回来？人还活着，只是刚从慎刑司出来，挨了重刑。宫里传话的人们说，清河在里面供出了有人指使他把醒酒汤交给二小姐，只是他咬死不肯说是谁。去看看。清河，你怎么会变成这样？是谁害你？究竟是谁在那深宫里对了私刑？你放心，你是我最亲近的人，我一定求父亲救你。无论谁想往你身上泼脏水，我沈明氏便是拼了这条命，也要保你周全。清河，我记得你还有个卧病在床的老娘和一个刚满10岁的弟弟，他们现在应该还都在侯府的庄子上住着吧？沈令仪，这种时候你提这些做什么？昨晚在宫里，慎刑司的手段都没能让你开口，你宁死也不敢说，是因为怕你一旦招了，你庄子上的家人就没命见明天的太阳。妹妹，清河都快没命了，你竟然还拿他的家人威胁他，你到底有没有心？清河，你给我想清楚，宫里查的是谋害亲王、刺杀摄政王的大案，这罪名一旦定死，那可是要诛九族的。你以为你现在咬牙替人顶罪是忠义？不，你这是在亲手送你娘和你弟弟上断头台。清河，你别听他胡说！够了！你这个逆女，非要把家里闹得鸡犬不宁才甘心吗？给我滚回房去！父亲若觉得我多嘴，丢了侯府的脸面，那咱们也别在家里关起门来审，不妨现在就把清河连人带担架送去京兆府，告诉府尹大人，这丫头指控有人指使她谋害亲王，至于她全家老小的命被谁捏在手里，也一并写进供词，让全京城的人都看看，咱们永宁侯府是怎么管教下人的。沈令仪，你疯了！你想让整个侯府为你陪葬吗？二小姐，救救我娘！奴婢求你了，救救我娘！清河，闭嘴！大小姐，奴婢不想死，奴婢真的不想死啊！沈明书，前世你在我床前笑着说真相时也是这个眼神，冷得没有半点人气。小姐，您看这伤，皮肉都翻出来了。若不是咱们今天强行把他接出来，恐怕他今晚就得平白无故的病死在侯府里。母亲早逝，外母家又远在千里之外，若我不早做打算，只怕还没等出嫁，母亲留下的这点东西就要被侯府里那些人像饿狼一样连皮带骨吞个干净。可不是吗？侯府那些账房心黑得很，若不是小姐您心细翻出了这本旧册子，
谁能想到，在这偏僻巷子里，竟然还有夫人留下的一处宅子，这是连侯爷都没登记在册的。清河，你忍着点儿，这药是小姐托人买的最好的金疮药，保命用的。二小姐，奴婢以前那样帮着大小姐欺瞒你，害你，您为何还要救我？当然是你还有用。清河，说实话，我能保你家里人平安。如果不说，或者说假话骗我，你待过一晚，应该不想再去第二次吧？奴婢全都说，宫宴那天确实是大小姐让奴婢递的汤。她说摄政王殿下饮酒后身子不适，让二小姐带她送去偏房照看。那谢玄寒中的毒又是怎么回事？奴婢没有换酒，那盏酒奴婢碰都没碰过，是大小姐亲手。亲手什么？说。大小姐亲手把一只白玉盏递给了负责领位的内侍，还特意叮嘱过，说摄政王殿下身份尊贵，只喝那一碗里的酒。果然，前世沈明义临死前在我床头炫耀，说他换的是酒。如今清河的话倒是全都对上了。小姐，这么晚了，谁会找到这儿来？难道是侯爷发现了？别慌，侯府没这个本事，能这么快摸到这里的，只有他。沈二小姐，王爷有请，过府一叙。王爷的消息倒是灵通，若是为了屋里那个丫鬟，她伤重，不宜移动。王爷交代了，只请二小姐一人。二小姐请上车。前世在这道围墙里困了8年，臣女见过王爷。沈二小姐，你好大的胆子！禁军翻遍了全城都没找到的人，竟然在你的私宅里。王爷消息灵通，人确实在我那儿，但底气还在。哼，他愿意作证，指认幕后真凶。这只盏是从带路内侍的床底下搜出来的，杯底有残药。既然玉盏已现，人证在握，王爷这事已经查到沈明书头上了。你倒是说得顺口，沈二小姐，你为何如此确定幕后之人一定是你的长姐？因为臣女差点死在他手里，若非臣女拼命喊破，那一晚偏殿里究竟会发生什么，王爷心里应该比谁都清楚。死在他手里，你是指你的名声，还是你的命？臣女失言，臣女的意思是，若那晚我真的被推进了那扇门，即便活下来，这辈子的名声也就彻底死了。对于女子而言，名声尽毁，连她自己与死何异？沈令仪，你费尽心机进了偏殿，如愿当上王妃，可曾想过后果？王爷，我是被人陷害推进去的，我没有算计你。那晚，既然你已经到了门口，察觉到了不对劲，你为何不干脆进来？因为我怕王爷醒来后会亲手杀了我。本王中毒，若你进门施救，便是救命之恩。本王为何要杀你？救命之恩，王爷中毒，偏别里却只有一个侯府庶女，无论我说什么都像算计。与其被人堵在殿内，不如喊得所有人都听见。你倒清醒。被害多了，自然清醒。你那位长姐身边应该有个教养嬷嬷，姓方。方嬷嬷？没错，本王查到，她昨日私下想要重金打点，见本王府里的管事。前世就是她在我孩子身边日夜教唆，把一个亲生骨肉教得恨我入骨。好孩子，告诉姨母，你母亲平日里可对你好？她总哭，父王不喜欢她，我也不喜欢。令仪，孩子还小，说话没遮没浪的，你千万不要同他计较。后来我才知道，孩子身边的嬷嬷是沈明熙送来的。他教孩子说，我用脏手段嫁进来，说我害了父亲和姨母，我不配做王妃。你认得他？不认得。那你可以看看这份东西。3年前，方嬷嬷曾买下一户宦官家的幼女，后不知去向。绿珠，那是我前世最信任的陪嫁丫鬟。原来她竟然是方嬷嬷买来的宦官之后。前世她进王府没多久，
就被诬陷偷窃，畏罪自杀，那是我哭得肝肠寸断。妹妹，你想开些，身边的人不干净，也怪不得旁人要疑你。你处事这么不周全，让王爷怎么信你？沈儿小姐，除了这纸上写的，你还知道什么？我还知道什么？前世种种全说出来吗？臣女只知道方嬷嬷此人阴毒，且极善打理内宅。既然她已经把手伸进了王府，王爷就该明白，这毒酒只是开始。若不斩草除根，王府永无宁日。方嬷嬷不能留。这案子，本王会亲自查。王爷查案便好，只要查清沈明书所为，臣女感激不尽。但也请王爷只查案，不必查臣女。你好像很怕本王。王爷说笑了，整个京城谁不怕王爷？深夜叨扰，臣女先行告退。沈令一，那夜若你没有喊人，本王醒后未必会杀你。王爷会恨我。小姐，你还有心思在这儿看供词？外面那些人的唾沫星子都要把咱们这儿淹了。外面说什么了，值得你气成这样？也不知是谁在背后嚼舌根，现在满京城都传疯了，说您宫宴那晚早就知道摄政王在偏殿，是您故意喊破，就为了把大小姐拉下水，好毁了她的名声。还有呢？他们还说您自小就嫉妒大小姐得侯爷宠爱，心思歹毒，是借着谋害亲王的大案在公报私仇，想把亲姐姐往绝路上逼。谁传的最凶？奴婢刚才光顾着生气了，还没顾上细查。去查查流言是从哪儿起的，又是谁在推波助澜？小姐，查到了，流言是从城南那几家大茶楼里起的，最先在那儿煽风点火的是大小姐外母家的一个远房表兄。远房表兄，看来沈明如还是不长教训，这时候还敢往火坑里跳。小姐，咱们得想办法去澄清啊，不然您的名声就全毁了。澄清？众口铄金，我去澄清只会越抹越黑。春桃，把这2个东西一并递给刑部。递给刑部？除了那表兄的消息，这是什么？宫宴座次图。小姐，递这份图干什么？流言不是说我蓄意攀咬，提前知情吗？那就让刑部的大人们自己去看看。在这座次图上，沈明书离偏殿最近，甚至比当值的宫人还要近。他若敢咬死我知道内情，刑部的人自然会问，他离得那么近，是不是知道的更多？小姐英明，流言既然说您能第一时间喊破，那离得更近的大小姐怎么可能没动静？他这是把自己往死路上逼啊！我不必解释，我只需要把事实摆出来。他想引火烧我，我就让他知道，这火一旦烧起来，最先化成灰的只能是他自己。沈令一，现在你姐姐被刑部带去问话了，全京城的人都在看我们侯府的笑话，你满意了？父亲这一大早气冲冲地跑过来，是觉得我面子大到能请动刑部的大人们去问姐姐的话。你少在这里给我装疯卖傻！流言的事还没查清，你就急着往刑部递东西。明叔这几日被你逼得日夜难安，整个人都瘦了一圈。你如今竟还要亲手将他逼进公堂受审！父亲真是心疼姐姐，可您想过没有，宫宴那天晚上，如果我真进了偏殿，现在被逼进公堂鸣节扫地，甚至要被处死的人就是我。可你现在不是好好的站在这里吗？你毫发无伤，可你姐姐的名声都要叫你毁了。我能站在这里，是因为我当时自己拼命大声喊了人。我能活着，不是因为侯府护着我，更不是因为姐姐她良心发现收了手。你这个孽障，你竟然敢怨恨家里！若父亲只是来替姐姐问罪的，那便请回吧。既然刑部传了话，想必我也快要过去了，我还得留些力气去公堂上把话说清楚。说清楚？你以为你凭这些手段就能赢？真以为摄政王这种人查案是为了护着你这个无权无势的庶女？你别忘了，明叔与王爷本就有旧日婚约，王爷如今查案那是公事公办，可你这般算计，
亲手毁了长姐的姻缘，你觉得王爷会怎么看你？想必迟早会厌了你。那别让他厌。你说什么？我说我不嫁他，从今往后，他谢玄是厌我还是恨我，都与臣女无关。你不嫁？沈令喜，你失心疯了吗？王爷即便现在厌你，可只要他愿意点头让你进王府，那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分。前世你也是这么说的。给我磕头谢恩！能入王府做王妃是你这辈子最大的福分，你哭什么？父亲，我不想嫁。那偏殿我是被推进去的，我不嫁。由不得你。既然是这么大的福分，父亲还是留给姐姐吧。孽障！你竟敢如此嘲讽我，看来是我平日里太纵着你了。沈侯爷好大的威风！王爷，您怎么亲自过府了？把人带上来。侯爷，救命啊！救救老奴吧！你这老奴究竟在外面闯了什么破天大祸，竟然惊动了王爷？哼，沈侯爷不必忙着撇清。方嬷嬷昨夜在刑部的大牢里，可是把该招的不该招的全都抖了个干净。方氏供认不讳，他受大小姐沈明如之命，曾数次暗中打通关节，替其传信给宫中负责采买的内线。且宫宴前一日，沈明如亲口交代他去黑市备下一包无色无味的药粉。药粉？什么药粉？命叔拿药粉做什么？方氏称他只管买药办事，至于大小姐拿那药粉作何用途，他一概不知。方嬷嬷，除了这些，你还替姐姐准备了什么？没了，老奴真的都招了。3年前，你从牙婆手里买下的那个宦官家的幼女绿珠，她现在人在哪里？姐姐来的正好，方嬷嬷刚才正要说到关键处，姐姐不如亲自来听听。妹妹，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事到如今，姐姐还在装糊涂。绿珠在何处？什么绿珠？我是听闻方嬷嬷被王爷带走，担心她年纪大了受不住刑，才赶来看看的。大小姐，奴婢求您了，刑部那是什么地方啊？奴婢真的不敢再瞒了，王爷已经全查到了。明如，这老奴说的是真的，你竟然真的……王爷，既然姐姐说不认识，那就请刑部的大人去城外庄子上把人接回来，一验便知。小姐，您看啊，他们怎么敢把一个大活人折磨成这样？绿珠，前世我竟信了那些谣言，怨你为什么要在我最难的时候偷窃，害我被人诟病。原来你一直被关在暗处，连为自己辩白一个字的机会都没有。绿珠，别怕，我来带你走。二小姐，真的是您吗？我是不是已经死了？这些药你先用着，待会儿刑部的人过来，你不用怕，只需要把你知道的所有事情一五一十说出来，明白吗？二小姐，奴婢不敢，奴婢若是招了，我那还在沈家庄子上的家人都会死的。别担心，他们已经不在那儿了。昨晚我已经让人把他们接了出来，送到了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真的接出来了？你安心休息，剩下的事儿交给我。王爷日理万机，怎么会有空出现在这荒郊野岭的破庄子里？方嬷嬷在刑部受不住刑，供出了绿珠。刑部查到了这处庄子，本王正好顺路过来看看。顺路？从摄政王府到这城外庄子，可是要绕过半座京城的。王爷这路顺的可真够远。本王阅人无数，可沈二小姐却让本王看不透。你对这些人如此防备，甚至不惜提前布局，倒像是你早就知道他们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害你。王爷既然觉得臣女古怪，那便连臣女一并查了就是。这天下难道还有王爷查不出的？本王查的是案子，不是你。你明知道本王没有那个意思。那臣女斗胆问王爷一句，王爷位高权重，眼里从来揉不得沙子。可若是王爷从前因为自以为是的证据彻底误会，甚至伤害了一个人，等真相大白时，王爷会向那个人道歉吗？从前？你说的是什么时候？臣女随口一问，
王爷不必当真。本王会。若本王当真错了，定会向那人赔罪道歉，哪怕代价再大。那便好。小姐，奴婢多句嘴，王爷方才看您的眼神，是不是对您动了什么心思？春桃，管好你的嘴，别胡说。可是刚才奴婢瞧着王爷的样子，他看起来好像很难过。他难过不难过，那是他的事，与我何干？侯爷，皇后娘娘那边的态度如何？娘娘可愿见你？见什么见？我连宫门都还没进去，就被禁军那帮人挡回来了。说什么大案未定，任何人不得求情。父亲，女儿是被冤枉的，我真的没有想过要害妹妹和王爷呀。明叔，你放心，你是侯府的嫡长女，父亲便是拼了这把老骨头不要，也一定会救你出这火坑。父亲打算怎么救？是想去闯刑部的大牢，还是想去王爷面前以命相挺？现在的案子，连皇后娘娘都闭门谢客。父亲觉得侯府还有什么筹码能救他？妹妹，姐姐知道那晚的事儿让你受了委屈，你心里怨我，甚至想报复我。可你再怎么恨我，也不能为了出口气，连整个侯府的安危都不顾了。报复？姐姐想多了，我只是来帮姐姐回忆回忆。姐姐还记得宫宴那晚，你让我送汤时说了什么吗？你说摄政王殿下饮多了酒，若没个人在身边照料，恐怕会御前失仪。你还说，我既然是侯府的女儿，也该在这个时候替你分忧。我没有，我绝没有说过这种话，那是他编造出来坑害我的。姐姐不认没关系，清河记得，这是他在刑部签字画押的供词。还有方嬷嬷，她也记得，是谁让他在宫宴前一日私下去找的内侍，又是谁让他备下的那包药。最后这个是绿珠说，她说姐姐早在宫宴前就准备好了一套我的旧衣裳，只要我被推进偏殿，她就会把那套衣服丢进我的房里，到时候死无对证。所有人都会以为是我早有预谋，想借着这种脏手段攀龙附凤。姐姐，你准备的可真是细致入微，连退路都帮我堵死了。明叔，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你是侯府嫡女，你读的是圣贤书，你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那些东西是我准备的，又如何？你竟然真的做出这种事，你疯了不成？那可是当朝摄政王！我没疯，父亲一心想靠着我与摄政王的婚约抬高侯府地位，可你自始至终从来没有问过我愿不愿意。我与萧哥哥青梅竹马，两情相和，早已心意相通，就因为早年定下的一纸婚约，硬生生将我们拆开。萧哥哥万般无奈之下，只能另娶他人。我日日看着他与旁人相守相伴，这份蚀骨煎熬，父亲又何曾体会过半分？更何况谢玄恒杀伐决断，满身戾气，我打心底厌恶他，半点都不愿嫁入王府做他的王妃。可我太清楚你的心思，你绝不会轻易放弃这门能光耀门楣的亲事。宫宴当晚，我提前换好酒送到谢玄恒手上，本意就是要让他药性发作，当众失态，借此废掉我和他的婚约。可我转念一想，若是婚约就此作罢，你说不定转头就会把这门亲事安到妹妹头上。她区区一个庶女，凭什么捡走本该属于我的姻缘，一跃成为风光无二的摄政王妃？我绝不能让她占这份便宜。所以你指使清河以送醒酒汤为借口，将我引到偏殿门外，又安排小太监强行把我推进殿中。没错，等众人撞破殿内的场面，所有人都会认定是你蓄意攀附，设计摄政王。父亲为保全侯府名声颜面，必定会逼迫谢玄环娶女。如此一来，两全其美，父亲心心念念的朝堂联姻得以保住，侯府权势分毫不受折损。我彻底摆脱满心厌恶的谢玄恒，不必牺牲自己，往后还有机会再与萧哥哥相见。至于沈令仪，谢玄环一旦认定是他存心算计，往后只会日日厌弃，百般搓磨他，在王府牢笼里受尽苦楚，一辈子都抬不起头。孽障！令仪是你的亲妹妹，你为何要这样害她？我害她？
我不过是让他替我走一步险棋罢了。父亲，您现在来装什么慈父？从前不也常这样吗？好处给我，麻烦给他。父亲做的，我为何做不得？永宁侯府沈氏民妖涉嫌谋害亲王，诬告皮妹，带走。沈令仪，我准备了这么多，你却像提前知道一样。谢玄寒那样多疑的人，只要他查的越多，就越会知道你这个好妹妹有多不对劲。我以后如何，不劳姐姐操心。你现在该想的是怎么活下去。听说了吗？这大小姐竟然谋害摄政王，还陷害亲妹妹，心肠真黑呀！侯爷也受了牵连，包庇纵破，被削了一等爵位，还得闭门思过呢。沈令仪，你以为把我踩下去，你就能嫁给谢玄寒了吗？你做梦！像他那样杀人如麻、疑心病重的人，眼里永远只有证据。那正好，我也只信证据，而你所有的罪都是证据确凿。你姐姐已经领了流放的责罚，侯府也被削了爵位，根基全毁了。收手吧，再闹下去，对你又有什么好处？父亲觉得我还做了什么？是我逼他换酒，还是我逼他陷害亲妹？以前的事不必再提，如今你已经洗清了清白，王爷也知道你是无辜受害的。我看王爷对你的态度与旁人不同，往后你若能借着这份救命之恩进摄政王府，咱们侯府说不定还能……你笑什么？我笑父亲到现在这副地步，心里想的居然还是怎么用我的婚事去攀附王府，好填补你那已经烂透了的功名。胡闹！女子总归是要嫁人的，嫁给摄政王那是天大的体面。既然父亲如此看重这份体面，那想必我接下来的要求，父亲也不会拒绝。你想干什么？我要拿回我母亲所有的嫁妆，一分一毫全部拿回。你说什么？你要嫁妆？你疯了不成？这是清单，母亲当年留下的田庄20处，京中铺子16间，所有的宅契明细，还有这些年侯府以各种名义从母亲账上挪走的银两。父亲看清楚了，每一笔挪用我都找当年的老账房核实过。父亲若是不还，我便拿着这份清单直接去衙门递状子，告侯府侵占亡妻遗物。你要去告衙门？为了这点东西，你连老子的脸面都不要了？3天，我给父亲3天时间，3天后我要看到这些东西一样不少的搬出侯府。你小心点儿，这一箱是夫人的孤本字画，贵重着呢，放在东厢房。小姐，是摄政王府的车。沈二小姐，你要住这里？是。侯府那边以后不会再有人敢来为难你了。王爷怎么知道？本王让人去过侯府，已经交代过沈侯爷，你母亲的嫁妆若敢少一件或者坏了一样，她这爵位也就不必留着了，直接去刑部领罪便是。为了臣女这点家事，竟惊动王爷亲自走一趟，多谢王爷。你对本王就只有这一句多谢？沈令一，臣女在。本王问你，若本王在从前真的误判过你，让你受尽委屈，你会如何？那臣女会离王爷远些，离得远远的，此生不复相见。只这样，离得远些便够了。不然呢？王爷还想要什么？要臣女自毁名节去自证清白，还是要在王府后院里枯坐等死？你不恨？王爷问我恨不恨？恨过的，恨得心都烂了，恨得连闭眼都觉得不甘心。可那是以前，我现在有自己的宅子，有母亲留给我的嫁妆，我的余生很贵，我不想再把它浪费在恨一个人身上。王爷多虑了，今生王爷并没有误判我。今生若是本王向你赔罪呢？案子已清，王爷秉公办理，臣女感激不尽。赔罪之说，王爷无需如此。本王想如此。这几日审讯下来，本王一直在想一件事：那夜若你真的被他们推进了偏殿，本王醒来后，也许真的会信了那些所谓证据。到那时，即便为了侯府名声，本王不得不娶你，本王心里也许真的会恨你。你不用说也许，前世的你确实就是这样恨了我8年。沈令一，本王向你赔罪。
王爷的赔罪，臣女受了。既然赔了罪，案子也结了，那便也请王爷以后不必再来了。为何？本王已经查清了一切，你我也并无仇怨，为何不能？因为我不想再和偏殿内晚的任何事、任何人再有半点牵连。如今尘埃落定，真相大白，王爷依然是高高在上的摄政王，而臣女也该去过自己的日子了。你我不必再见，这便是最好的结局。本王明白了。若有人再为难你，差人来王府。沈姑娘，皇后娘娘感念姑娘当日在宫宴上的机警，特命奴才送来这春宴的帖子。娘娘说了，春日景好，请姑娘务必赏光入宫一叙。小姐，咱们真的还要去吗？之前在宫里发生的事，奴婢现在想起来后怕。去。小姐，万一在那儿再碰上侯府的人，或者再出什么岔子。如今我离了侯府，守着母亲的产业，若连一张春宴的帖子都不敢接，往后还怎么在京城立足？该躲的不是我，是那些做了亏心事的人。小姐，是摄政王。王爷，3月未见，沈姑娘近来可好？劳王爷挂心，臣女如今守着母亲留下的铺子，每日忙于生计，倒是充实，臣女过得很好。本王听说城南那间胭脂铺子生意很是红火。是，春桃现在替我管账，我便管着手底下的人，托宫里娘娘们的福，生意倒还算可以。沈侯爷，他病了一场。我知道，他派人来过宅子几次，说是想见我，说是年纪大了念旧。你去了？我没去。王爷，陛下在宣政殿等候多时了，说是有要事相商。本王先行一步。王爷请便。沈灵仪，往后珍重。王爷也是。吓死奴婢了！小姐，您瞧见没？王爷刚才穿的那么威严，可人瞧着倒像是比3个月前瘦了许多。与你我无关。是，小姐教训的对，咱们过好自己的日子最要紧。沈姑娘，这是娘娘赏您的云雾茶。臣女叩谢娘娘恩典。起来吧。本宫今日赏你这盏茶，是欣赏你的胆识。臣女惶恐。在这深宫高墙内，女子遇事若只会隐忍吞声，那便只有受不尽的冤屈。你能自己喊出来，让真相大白于天下，这才是最要紧的。臣女记住了。小姐，咱们宅子里的丁香花开了，绿珠说今晚给您做最爱吃的桂花糕。好，那咱们快些。